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Fiscal Logic 财务逻辑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咱们来聊个非常带劲的话题：新加坡和台湾这两个地方，如果从全球投资的角度看，到底该怎么选？他们都很有特色，但环境和发展机遇真的很不一样。无论你是在考虑资产怎么放、业务往哪扩，还是单纯想做财富规划，搞懂它俩的区别，绝对能帮你做出更聪明的决定。宏观环境。比一比稳定这门功课，首先咱们聊聊新加坡，它最大的招牌是什么？就是稳。政治局面稳定，政府办事高效还廉洁，社会安全犯罪率极低。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，对投资者来说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举个例子，在2024年的全球廉洁排行榜上，新加坡在世界排名第3，亚太区排第1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数字竞争力排名，新加坡也是全球榜首。这些因素加起来，让新加坡成了全球资本的一个超级安全港。那台湾呢？台湾的优势也非常突出，它有独特的产业优势，很好的商业环境和战略位置。世界银行等机构也长期认可台湾的经商便利度。台湾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高度发达的制造业，尤其是半导体这样的高科技领域。但这里也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产业结构比较集中，半导体一个产业就占了 GDP 大概 20%， 台积电一家公司贡献就很大。这就好比把很多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，全球市场一有风吹草动，整个经济感受就会比较明显。另外，能源供应，比如电力紧张的风险，以及两岸关系的动态，也是投资者需要保持关注并做好预案的方面。2. 税收政策谁更友好？说到钱，肯定离不开税。新加坡的税收政策是它吸引全球投资者的一个法宝，企业所得税率 17%， 在亚洲发达经济体里算低的，而且还有各种优惠政策，实际税负可能更低，对外资企业尤其友好。台湾的企业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，它对研发支出有税收优惠，可以抵减一部分税。不过2014年有次修法，把税抵减的上限调低了，这多少增加了点股东的税负压力。3. 金融环境。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，环境非常开放，资本市场也很完善。这里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，资金进出自由。在金融科技方面，新加坡也跑在前面。金管局大力推动区块链等技术应用，可以说新加坡的金融环境是高度国际化的。再来看到台湾，台湾本身是开放型经济体，资金充沛，外汇储备高，汇率稳定，上市成本相对一些市场可能还有优势，金融环境是不错的。但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投资者在评估，资金流动稳定性是需要考虑的因素。4. 重点产业多元化 vs 专业深度。新加坡的产业布局比较多元，政府重点扶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、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，比如生物医药园聚集了很多国际巨头，政府也投钱推动 AI 发展。这种多元化有助于分散风险，给投资者的选择也更广。台湾的产业优势非常集中，尤其在半导体领域是绝对的强者，芯片代工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60%， 芯片设计也占全球 17%。 文创产业和绿色能源也是发展的方向，但一业独大就像一把双刃剑，行业景气时带动性强，但产业波动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大。5. 商业基础与人才全球网络 vs 本地优势。新加坡的商业基础设施是世界级的，港口吞吐量连年创新高，机场客流恢复快， 5G 网络覆盖又快又好，形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海空物流网络。台湾的基础设施也很优秀，高雄港是重要的综合性港口，桃园机场是航空枢纽。但台湾的能源供应目前比较紧张，特别是2025年后核电逐步退场，电力需求却在涨，这对半导体这类高能耗产业会形成一定的制约。在人才方面，新加坡注重吸引全球顶尖人才，教育体系与国际接轨，而台湾本地人才培养质量很高，但也面临一些优秀人才外流到美国等地的情况。6. 投资策略与风险。那么具体到投资上怎么选呢？如果你是企业想进行全球业务拓展，或者是高净值人士想设立家族办公室做财富规划，又或者是科技、金融科技类的创新公司，新加坡提供的稳定环境、税收优惠和监管沙盒等支持可能更适合你。如果你的投资重点就在半导体产业链，或者对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、绿色能源领域感兴趣，那么台湾在这些方面的深厚积累非常有吸引力。
但前提是你能接受并管理好其中涉及的产业集中度和地缘政治风险。关于风险，新加坡整体较低，但也要留意经济实质要求、全球最低税等新规则。台湾的风险则更显性一些，比如半导体产业一业独大带来的依赖性、能源供应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。总结与展望，好啦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核心区别。新加坡政治法律环境更稳定，地缘风险低；台湾产业优势突出，但相关风险较高。新加坡税制更优惠友好，产业多元；台湾税收有一定优惠，但半导体产业一业独大。新加坡金融环境高度开放、国际化，吸引全球人才；台湾金融环境良好，但人才面临流失。所以最终怎么选，看你的核心需求。追求稳定、长期和多元化布局，新加坡可能是更优选择。如果你的业务或者投资方向深度绑定半导体等台湾优势产业，并且有能力管理相应风险，台湾依然不可或缺。放眼未来，新加坡在绿色经济、数字资产等领域还在持续布局，投资环境会继续优化。台湾经济则与全球半导体周期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连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希望今天的对比分析能给你带来启发。如果你对在新加坡或台湾投资还有具体问题，比如想了解某个行业的具体政策，或者家族办公室的设立细节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续更多关于亚洲市场和全球投资的深度解析了。我是 Fiscal Logic 财务逻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